我的妈呀！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。对不起，阿基悄悄退出了刘畊宏老师的直播间。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，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一口下去，哇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要吃到了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，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我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吧。前菜是竹笋、花生芦笋，还有孜然土豆丝儿，这太有精神了，根本没人想吃。好难吃啊！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，长条薄切牛舌。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。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，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，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又软嫩又弹牙的质感，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，而且嫩葱刚好又调淡了牛舌的那股油脂味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逃不掉的生肉环节，还好只是一块寿司，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。它是备注加上生和牛，而且它是寿司呀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这个部位还有个叫法叫心头肉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都像一个单独的小摆件。横膈膜肉就是口感特别细腻，它那个柔软程度就像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，再配上一点他家的秘制柚子酱。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一下就化开，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，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，真的很绝。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。它烤的时候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让我心里真的很痒。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，你都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。还是怎么做到表皮是脆的，但里面是生软的状态？好肥啊，好爽啊，好香啊！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，但又比肥肠有嚼劲。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，服务员趁我不注意，一盘生肉悄悄端了上来。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分量不够，生肉来凑，真的是商场如战场。商场我虽然不太懂，但战场我可太熟悉。说回刚才这盘生肉，它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，它没有任何的蘸料，就是直接这样吃的。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。接下来这个是今天的极品牛肩肉的寿喜烧，烤好之后会和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儿，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照烧酱，好甜好鲜啊！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和咸甜的酱汁加在一块儿，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。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和薄薄的2片黑松露。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，但是它特别油腻，进嘴的一瞬间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，就是汽油牛排。哇，我们的老敌人长命百岁草。算了，我不想活到150了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厚切上等里脊。这块肉你一口还真塞不下，看上去很难嚼，但因为雪花很多，轻轻一咬就能下来。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才会有那个嚼劲，因为本来就很肥了。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，先用烤好的牛腿肉裹满酱汁，然后再把蛋黄戳破，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。哇，那股蛋液的香味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儿。哇！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，直接炫到你的天灵盖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真满足。当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要不我就请你吃烧鸟吧。今天肯定又会有人说啊，你怎么又来吃烧鸟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我太馋了。这个鸡年龄肯定很小。为了吃今天这家店，我们又连夜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阪。咱们就是说大阪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多烧鸟店？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。到了啊，ここですよね。第一个菜是这个方盒子。它是一个擦手布，它入口即化，它鲜嫩多汁。这什么啊？无语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鱼子鲍鱼，真奢侈。这个是油菜吗？感觉好久没吃到过了。鲍鱼再配上一点鱼子，好腥啊！接着是前菜大拼盘，一碗芥末小鱿鱼，还有一碗像鼻涕一样的透明带鱼，一小碗海胆豆腐脑，居然是甜口的，还有一小块鲷鱼烧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师傅真的很赶，第一串马上就端上来了，平平无奇的半熟鸡胸肉，却给我们上了一盘印度辣椒粉，这个辣度比六婆变态多了，直冲天灵盖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肉团子，非常的嚣张，没有任何配菜，但是我一口下去，牙齿都能感受到里面鸡肉的细腻，而且当你慢慢咀嚼它的时候，那个肉汁和孜然香在嘴巴里面反复回旋，里面还有一些脆骨粒，腌制过的肉香会直冲你的鼻腔。这个应该是最近得分最高的一串。下一串是鸡脖子肉，一口下去你就能吃出来这个鸡生前应该经常做脖颈运动，肉嫩爽弹，它像鸡脚筋和鸡腿肉的结合，就是肉中带筋，筋中带肉，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初吻啊！接下来这盘菜叫长命百岁，活到150，再来一串整整齐齐的鸡心，这一串也烤得特别好，血管的部分已经烤得焦脆，你不仅能吃到肉的弹性，还能吃到鸡心爆汁的回甘。怎么说呢？大概就是汁水炸裂，灌汤鸡心说的就是它。这个是全鸡上下脂肪最充沛的地方，它的屁股破开焦脆的外壳，里面就是一块极其肉厚的固体脂肪等着你，是一只幸福的鸡呢。接下来是鹌鹑蛋，师傅说每个蛋的火候都不一样，最上面那颗是糖心，中间是半熟，下面是7分熟，然后因为它是卤过的，就特别入味。但是下一串是鸭肉，我真的栓口，但我也因此发现烤鸭肉很像那种嚼不烂的牛蹄筋，看着很香，但是最后无奈也只能直接吞进去。下一串也是常驻嘉宾烤鸡翅，其实我吃烧鸟并不喜欢吃有骨头的，但是每次啃鸡翅的时候我就很兴奋，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太丰富了，又脆又有嚼头的鸡翅皮和别的部位的鸡皮完全不一样，有炭火气息的鸡皮和鲜嫩多汁的翅膀肉组合在一起，哇，那个真的太绝了！而且骨头上面的肉越啃越香，嗦骨头
特上头。这个鸡肝看着就有酱香十足，咬破皮之后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内脏的甜味儿，这种叫什么？像是沙沙的空气感，生软的力道，里面就像那个稀泥一样。接下来是一盘金色炸鸡，它的外壳非常的蓬松酥脆，表面像那一层薄薄的面粉。它肉上还挂着油脂的鲜美，主要是这个油一点都不会觉得腻。但是烤饭团这种东西，我是真的有点不太理解，吃起来像是煲仔饭最外面那层锅巴，不过里面咬开之后还是冒着热气。吃了这么多，再来一个日式小火锅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量也是吃到天灵盖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哇呀！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，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，无语。6 K。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卡塞的感觉。哎，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，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，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2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是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2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，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2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肉觉得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开。我等这一天真的等了好久，我是从《千与千寻》舞台剧的票刚开始卖的时候就在抢，然后发现根本抢不过黄牛。这个票原价才14500，我花了6倍的价格买的，无语。我买的是第2排的票，4舍5入和桥本环奈脸贴脸。终于到开演的这一天早上了，昨天晚上那个心情就像是小时候第2天就春游的样子，看了各种媒体的评价，基本上100%好评，所以票才这么难抢。黄牛票的价格涨得太快了，我能够通过花钱买到最贵的票就是第2排，第1排的位置好像是送给关系户的，要搞到那个票特麻烦。哎，到了先锁个伞。我发现来看的观众年龄差距都特别大，提前了1个半小时过来排队，为了抢到桥本环奈的周边。终于到我们进场了。我们啥也别说了，就看到什么买什么吧。这是一本舞台剧的设定集，特别有质感。这次也是世界出演，千寻是由桥本环奈和萌音小姐姐轮流出演。周边还买到了一个文件夹，还有个 A3 尺寸的塑料海报和一本动画版的设定集。它设定集的质感特别好。这个是这一场的主演们。其实我还挺期待朴斗美演的汤婆婆，但是由于里面肯定是不能拍摄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外面瞥一眼里面是什么样子。我刚才进去看了一下，你知道第2排有多近离舞台？可能就只有3米不到的距离。这个票价太值了。那我们就3个小时之后见，拜拜。看完了这会儿，我觉得最后真的就是我感觉我周围的人都是大家哭着在鼓掌，特别夸张。就是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，然后我都看不清楚演员在哪儿，我就在疯狂的鼓掌，我手都拍红了。它里面的美术道具使用之奢侈，它1比1还原了油屋的那个造型，而且它把里面的澡堂也都还原了。千寻跟汤婆婆签契约的那一段戏，这种细节，那些漂浮的那些道具，这太壮观了。朴斗美演的汤婆婆开口，我真的就跪了。她那个声音特别多的，就是
经典的动漫人物形象出现在你的耳边，那种聒噪愤怒的态度还原的特别好。哎，说了这么多语无伦次的废话，但其实我最想说，如果有朝一日这个舞台剧能够在中国上演的话，真的非常推荐去现场看一下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。哎，是不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，在日本只要是个烧鸟店就会有提灯这个菜啊？但其实大部分烧鸟店是没有这个菜的。假提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这么火，而且我最近总感觉因为太过于追求提灯而忽略了很多好店。这个菜不比米其林好吃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阿健，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在日本生活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哎，就吃烧鸟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叫四谷，你的名字的取景地其实有点像成都的桐梓林。这个地方藏了好多小店啊，哇，是一条幸福的街区呢。我们今天去的就是这家，有点温馨。我们开始吧。等等，6です。はい、7時の。とサイズリ2つ。像我这种不怎么挑食的人，但是厨师长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也不用选菜，简称我妈咖塞。第一个小菜是蛋黄配韭黄，真的就只有一小口，味道还没尝出来就已经吞了。这啥呀？然后这个是他们家解腻用的小菜，香菇白萝卜。这是一碗开胃用的黑胡椒鸡汤玉米糊，用鸡汤炖的特别鲜。虽然想厚着脸皮再要一碗，但是我不敢。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一盘生肉端过来。生肉环节，这一盘的难度真的很大，里面有鸡胗、鸡肾、鸡心、鸡腿肉、鸡胸肉，哇，一夹鸡就要整整齐齐。先来浅尝一口鸡心。我仿佛继承了这个鸡生前的记忆。生肉嘛，谁没吃过？其实蘸一蘸酱油，味道还是没有那么恐怖。这个鸡肾我也吃了啊，大妹无语。鸡肝其实还挺好吃的，细腻绵软，送进嘴里还有那种浓密的脂肪感。哇，鸡胗就不说了，在生内脏的衬托下，半熟鸡胸肉是多么的美好。果然吃生肉没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。然后下一盘是个甜品，我的烧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师傅把这个面包烤得特别脆，旁边这个配的是提拉米苏味道的花生酱，咖啡味的脆皮蜂蜜面包。再来个，终于到了第一个串，白白胖胖的鸡胸肉，多汁弹滑的鸡胸肉，点缀一丢现磨的山葵，我又可以了。下圈是青椒鸡心，果然还是熟的鸡心深得我心，炙烤之后的鸡心充斥着炭火味，吃起来特别有嚼头，哇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川菜的味道，绝了！我以为我能认真吃肉的时候，不速之客来了啊！沙拉，内心是拒绝的，但是为了能活到150，还是吃一口吧。哦，真难吃。接下来这串金葱烧鸟，我的爱，他选的最粗的那种葱根，这串烤的外皮焦脆，内里肉汁充沛。今天的单压是不是有点多？肉里还有一丝嚼劲，趁热吃真的无敌了。再来一串银杏，外表金光，吃起来软糯。那咱们就是说，一口4颗就会翻车，压上瘾的这是无语。哇，来了串大的，烤紫苏鸡胸肉肉馅儿，这一串满满当当的肉馅儿，有点像过年家里调的纯肉饺子馅儿，用小鸡蛋、蛋黄液滑滑嫩嫩的包裹肉馅儿，会让口感更丰富，也让鸡胸肉的味道变得更鲜了。肉烤得来流油，就很适合配点蛋黄。假提灯，一口灯。一口肉，一菜两吃，我真有才，像爆珠哎！接着一盘炭烤豌豆，疑惑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新鲜脆嫩的，还是保留着蔬菜的清甜，怎么突然很想念干煸四季豆？还是那个好吃。这串炭烤鸡翅是肉眼可见的油光发亮，它是把肉骨展开了，方便你啃，所以这串跟我脸一样大。来吧，果然还是鸡皮比较香，焦脆的鸡翅皮一进嘴就爆油，而且因为烤得很焦就不会腻，这个鸡皮反而和里面的肉一样有韧劲。这一块肉是最香的。然后上了一碗鸡蛋羹，上面是低温急速冷冻的鸡肝，它吃起来就像是鸡肝味的冰淇淋，真入口即化。吃到底部还有一块很嫩的鸡肉，还有鸡肝跟肉末，因为里面还加了芝士，莫名能吃到一股奶香味，好神奇的口感。今天的味觉新体验。然后是溏心鹌鹑蛋，神奇的是它的溏心是微热的，蛋液还微微泛甜。然后这个串特别怪，它是鸡的食道，有这么长，没吃过的东西还是挤一点柠檬，它吃起来像炸过的鹅肠，又脆又韧。它像是在成都吃火锅会烫的那个贡菜。这一串是鸡的甲状腺，什么呀？怎么越吃越怪？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就是鸡油味的口香糖，反正我就是嚼不断。最后的主食极其的给力，鸡肉肉末饭，晃悠晃悠的温泉蛋。我们要把整碗饭和匀，送一口满满都是料的饭进嘴，无敌的满足。那个滑滑的蛋液包裹着颗粒分明的肉末，还有香米。它里面还有点微甜的照烧酱。干完一碗饭再来一碗超浓鸡汤，日渐圆润就是这么来的。总结一下这家店，果然食材原本的味道才是最美的。哇，突然上升了一个高度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2。